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愿意。哎，二运，不是你怎么来了呢？我求婚呢，你别捣乱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你跟我说求婚就跟他啊？怎么的？你们认识啊？这我对象。你别听他瞎说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，3个月白处了。不是你俩到底什么情况啊？他发的朋友圈你没看过吗？没有啊，他不单身吗？来看清楚啊！合着你发这些东西对我一人可见了是吧？那你总不能阻止我奔向更好的人吧？不是，那咱俩还处着呢，你算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不合适，你看人家开的是什么？就因为个破车啊！你别这么幼稚行不行？我是那种物质的人吗？我就是觉得咱俩不合适。不合适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哎呀，行了，运哥，不是我当兄弟说你，现在你谈恋爱没有点物质生活，你以后能给人幸福吗？你闭嘴吧！我昨天刚请你吃完饺子，你今天就跟我这么玩是不是吧你？怎么说话的呢？我就是不喜欢你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也回去吧。啊，你跟我比，你没有这个实力。那大冷天你也不让人跟你走走吧？就是，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为我付出过什么吗？大姐，3个月时间给你花6万块钱，还不叫付出？你告诉我什么叫付出啊6万才几个钱呀？我逼你给我花了吗？就是运哥，6万块钱现在谈恋爱该叫钱吗？你闭嘴吧！啊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真是跟你当哥们儿呢。你什么玩意儿？你是？那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就要钱呗？是不是要钱？小蕊，你把钱转给他，等我工程款下来之后，我成倍给你花，你转给他。这点钱在这。行，我扫给你。你说的，来。要不是上次你把你兄弟带出来吃饭，我还不知道他那么有实力。行了，钱转给你了，好嘞，可以走了。收着了，收着了，收着了，走了啊！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这是你车吗？你就上。你问他这谁的车？是他车，新买的，我今天开他车来的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俺俩哥们儿嘛。走吧，哥们儿，上车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一回偷摸加他微信，我还不知道你是这种人呢。赶紧走吧，天停了。哎，跑什么？哎呀，你们干嘛呀？干什么？你骗人家10万块钱彩礼，现在你不管了？什么叫骗彩礼？你说话不要讲那么难听啊！他女朋友是不是你给介绍的？对啊10万块钱彩礼给了，现在人消失了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们找他去啊？你找我干什么呢？你是婚介所，你给他介绍女朋友，说好了给完彩礼就订婚，现在钱给了，人消失了，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你去他家找他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找我有没有用？我去过了，房子都是租的，人早搬走了。那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啊？人家搬走了都不告诉你。不怎么可能啊？当时本来说的好好的，他家里人也很满意，结果彩礼一给过去，没过2天就给我拉黑了，他爸妈也给我删了。哎呀，那你这个事情也要看你自己嘛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人是你介绍的，你打过保票没问题。那现在出问题了，我们不找你找谁啊？我只负责介绍你们俩认识，你们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万一你们俩以后闹掰，怎么可能来找我的是吧？你别扯那么远好不好？我们现在非常有理由怀疑你跟那女的就是一伙的。哎，什么一伙？你不要乱讲。我说的很明白了，今天你必须协助我们找到这家人，不然我们马上报。哎，你们都找不到，那我怎么找得到？行，这你说的。小雷打电话。哎，我说你，哎，算，我替你联系一下他老妈，好吧？那真是。哎，运哥，你说他会不会跑啊他？跑哪儿去啊？公司还在这儿呢。不是我说小雷，什么年代了，你怎么能跑婚介所来找女朋友啊？这不是家里人催着我结婚嘛，我也碰不到合适的，就想来婚介所看看。打不通。那什么意思？现在什么意思？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啊，关我什么事呢？那人是你介绍的，现在人找不着了，你没有责任吗？哎，我的义务只是介绍他们认识，他自己也很满意的。现在你们俩闹掰了就来找我的事，这不讲道理。你婚介所人是你介绍的，现在明摆着这一大家子都是骗子啊！表面上说给了彩礼就订婚，现在给了钱了，人消失了。那你要是找不着也没关系，你把他身份信息给我们，我们自己去找，这总行了吧？哎，什么？怎么可能啊？我这个婚介所开了也不是1-2年了，你这随便要我就给了。那你给不了是吧？当然不行。行，小雷打电话报，不要跟他多说了。我真的是，哎呦，算了，我带你们去找，好吧？我现在带你们去，跟我走，哎，烦死了，真是。你妈生活费这件事我不同意，不然就让她搬走。你听见了吗？你可想好了，让他搬走谁给你做饭？我想问你，这些年外卖你还没吃够吗？那就请个做饭阿姨。不是，你宁愿请个做饭阿姨，也不愿意给我妈几千块钱生活费吗？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你一个月工资就1万，房贷交4000，剩下这么点钱还要给你妈2000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哎，那你算没算过，你天天吃外卖一个月得花多少钱？现在菜不用你买，饭不用你做，你进门就吃饭，吃饱了抬腿就走。现在你都跟我妈算计起来了。行了吧，你别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啊！要是没有咱俩，自己就不买菜不做饭了。那我问你，老人一个月吃饭自己能花多少钱？他舍得给自己买牛排吃吗？他会挑3拣4的隔夜饭，连看都不看一眼吗？哎，
我提倡健康饮食，我还有错了？那处理水果、打成蔬菜都是不新鲜的东西啊！条件好了，你饱饭吃够了是吧？你懂什么呀？年轻人就该活得精致一点。您可太精致了啊！自己明明爱吃豆浆油条，为了拍照好看，非得逼着自己吃燕麦三明治。明明自己又馋又懒，非得要办个健身卡。我问你，哪次去了你不是拍个照、洗个澡就回来了？你花点钱提升自己的内在和形象很有必要。可你呢？所谓的精致就是一种假象。书架上摆满了书，你从来不看，只摆在那儿当拍照的背景。家里你从来不收拾，穿过的衣服堆在沙发上，床上的被窝、棉被窝成一团，枕头、枕巾、外套、衬衣纠缠在一起。用过的洗发水你不换，擦脸油你倒是准备了10几瓶，这就是你口中的精致吗？现在有很多跟你一样精致的年轻人，表面光鲜亮丽，背地里连袜子都不洗。咱们普通人不用所谓的这些精致，也用不着那几百块钱的护手霜。比如我用的这个金妮雅护手霜，一盒5支才9块9，清爽不油腻，清淡不刺鼻，花果香，直接解决冬天干燥起皮。人活在世上，有人活成了面子，有人却活成了里子，拿着父母赚来的钱装点自己的精致人生，撑起那可笑的面子，你觉得谁会瞧得起你啊？我也不是那意思，你看咱们现在过得也不容易，你妈还有退休金，她应该能帮衬点是一点啊，那干嘛还要为难我们年轻人呢？你怎么说得出口呢？拿我妈的退休金帮衬着咱俩？哎，我问你，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？你一个大男人还能指望我赚多少钱啊？全家就属你赚的最少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给我指指点点？哎，你知道刚才你去卫生间的时候，你妈跟我说什么吗？是不是应该你娶我啊？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，她是让咱俩赶快分手。你别理他，他就那样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现在自己创业，虽然赚的不多，但我多吃点苦，努力点，这有错吗？没错啊。但你妈怎么说的，你知道吗？她跟我说，外面送外卖的、扛沙子的，哪个不比我能吃苦啊？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啊。还有，我问你，你没跟她说我是外地人吗？我说了呀。那你知道你妈眼里的外地人和你们本地人的差距是什么吗？她说，即便我再打拼10年、20年，甚至一辈子，我也在宁波买不起你们一套房。但是你们本地人人手一套，那你自己买给他看不就行了？所以这就是你的态度是吗？我都说了让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那你不听我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觉得要不咱俩真的分开一段时间吧。说真话，你妈妈今天说的话说到我心里了。就因为他说了几句话，你就跟我分手？他后来跟你说的那些宁波话，我虽然听不懂，但是那句乡巴佬我听懂了。我觉得咱们都该用心考虑一下，咱俩在一起到底为了什么？我是外地的，我是农村的，但我只身一人来到这座大城市，我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。我从来没觉得我比别人差，相反，别人完不成的事情，我愿意花100倍、10倍的努力去完成，因为我想在有你的这座城市来立足啊。行了，你什么条件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妈说的也没错，虽然说话是难听的。没有，我觉得她说的很对，物质条件固然很重要，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和想法。你觉得哪个父母不想自己的女儿嫁一个条件优越、能给她幸福的人啊？幸福真的只能依靠金钱和物质吗？钱是好东西，但它不是最好的东西。房子再大，你只能睡在一张床上；车子再贵，它最终的终点还不是一样。再多的山珍海味，它少了2块钱的盐，照样不是暗淡无味吗？上中学你们就离婚了，现在我结婚陪嫁你们都不出钱，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没有考虑你感受，我是短你吃了还是短你喝了？小姑娘，你看咱们来买车本来是个挺高兴的事儿，有什么想法呢？跟妈妈好好沟通一下。咱们先别哭了，好不好？从小到大我做什么都不对，在你眼里我就是个累赘，那你当初生下我干嘛？没良心了，跟你爸一模一样。不是阿姨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你看，你跟妈妈也不能这么说话。我说错了吗？我学跳舞你不同意，我上外地上大学你不同意，我谈恋爱你不同意，现在我结婚了就想让你帮我买辆车，你还是不同意。别说了，好吧，让你爸爸给你买，养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把我还给我爸？你以为我想待在你身边吗？从小到大不都是我爸的默默付出？不是小姑娘，那个咱们少说我早就受够这种生活了。过生日你送我练习册，考满分你教我补习班，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在家里所有的东西不都是我爸买来的？好了，我觉得咱们今天啊也没办法聊车的事情了。这样，小姑娘你稍微冷静一下好吗？我跟你妈妈单独聊2句，好吧？阿姨啊，看得出来您女儿对于您离婚的这个事情啊，心理打击好像还是挺大的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其实我也是单亲家庭，从小父母就离婚了，这么多年呢，心里偶尔也会怪罪父母，总觉得自己家庭不如别人，看到别人有爸爸妈妈宠着呢，心里难免也会自卑。所以说时间久了，可能性格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啊。
看来都是我的错。不是这个，我觉得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。天下任何一个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，不是吗？是啊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小孩啊？我就是觉得亏欠他太多了，不想让他变得自卑，也想让他体会到被父亲爱着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就会以他爸爸的名义给他买一点他喜欢的东西。可是没想到他今天居然这么说。那意思刚才您女儿说，父亲的付出都是您默默在做的。对啊。我相信这么多年啊，您一定也受了不少委屈，因为小的时候我也经常跟我妈妈发脾气。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应该让女儿明白您的良苦用心啊，就是现在您的意思就是让父亲再出一份买车的钱是吧？这么多年他压根就没出现过，我就不指望他能出钱。他买车的钱我早就给他存好了。那现在何必跟女儿闹得这么僵呢？哎，人家结婚都开开心心的，他下个月不是结婚了吗？我心想别人家都很圆满。可是我们家这个样子，阿姨，您不用再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他爸如果能尽到这份责任，我就给他个台阶下，到时候女儿的婚礼他也能来，那我女儿也不会留下遗憾了。车我不买了，婚也不结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